你的男人有这些情况和烦恼吗？他们可能会在有生理需求时哄老婆，在没有生理需求时对老婆冷淡。有些男人在花费重金娶老婆后，可能会在飞黄腾达后换掉老婆。喝醉酒时，他们可能会对老婆发脾气，几天不见老婆，又可能会开始想念。当生病或难受时，他们会寻求老婆的安慰。当孩子生病时，他们可能会责怪老婆。肚子饿了会找老婆帮忙煮饭，衣服脏了会找老婆帮忙洗衣。有些男人有本事疼爱老婆，而有些则没有本事，只会和老婆吵架。有些男人会瞒着老婆喝酒打牌，有些则会躲着老婆去钓鱼遛鸟。每个人对婚姻和伴侣的期望和态度都不同，因此无法简单的评判这些行为是否正确或者错误。对每个人来说，婚姻都是独特的，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经营和维护。如果你想更好的经营你的婚姻，或你不满你的伴侣，可以找我聊聊。一个已经离开你很久的人，突然又回到你的生活，你想问这个人还值得信任吗？我无法为你做出决定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这种感觉如同一场漫长的雨，你在雨中行走，突然有人夺走你的伞，你全身湿透，只能等待雨停。那种绝望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明白。然而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你坐在一棵大树下，微风拂面，一切都显得如此平静。突然有人问你，你需要伞吗？这种感觉有点奇怪或多余。这个世界充满了荒诞的故事，比如在炎热的夏天送去棉袄，在寒冷的冬天送去扇子，这些都是不必要的，甚至是多余的。经历过孤独和苦难之后，你可能不再那么渴望有人陪伴，因为你知道，与其在不适合的人身边浪费时间，不如一个人去享受那份自由和宁静。所以当那个已经离开你很久的人回来时，你可以选择接受，也可以选择拒绝。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，都要记住，最重要的是要尊重自己的感受。你相信在婚姻中存在的因果报应吗？就是绿人者永远被绿之，冷漠者孤独终生。骗人的人，他的生活也一定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中，没有为什么，也没有凭什么，因为夫妻一场，无缘不聚，无再不来。所以想要什么样的伴侣，先做什么样的人；想要什么样的家庭，先要学会去经营。婚姻本来就是一场因果的轮回，只有用心种下了责任的因，才会在日后结出幸福的果。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个幸福的人。男人的钱只愿花在一种女人身上，你知道是哪种女人吗？有人说，一个人的钱花在哪儿，心就在哪儿，钱的去向就是心之所向。我认为这句话是对的。人只会为自己觉得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事物而买单，男人更是如此。一个男人会心甘情愿为了心爱的女人而花钱，也不觉得心疼。有些人会觉得把爱情和金钱挂上钩，显得既俗气又不够真诚。事实上，等你经历过婚姻，遭受过生活的锤炼之后，你就会明白，钱不是爱情的全部，但不谈钱的爱情一定不牢靠。离开钱，你会寸步难行。你想要的东西，想看的风景，想和他一起去的未来，都离不开钱。而爱一个人，不就是希望你开心，希望你无忧无虑，希望你得偿所愿吗？所以真正爱你的人，不一定会给你多少承诺，但一定会给你实实在在的幸福。不一定非要锦衣玉食，但在你想买什么的时候，想吃什么，想玩什么的时候，他不会推脱，而是尽量的满足于你。你认为我说的对吗？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个幸福的人。不要为背叛找任何理由，因为忠诚并不是人的本能，只是最后做出的一种选择。错了就是错了。如果你还想维持好这段婚姻，就不要用荒唐的借口为自己的背叛做掩饰。与其为自己找理由，不如和妻子态度诚恳的去认错，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真心悔过，这样才有可能慢慢的修复好婚姻的裂痕。记住，已婚者没有资格遗憾，因为结婚是你自己结的，别辜负了别人还假装委屈。真正的爱不是感情的泛滥，而是祝福，是快乐，是责任。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个幸福的人。我老公为什么会反复变心？有不少粉丝问我这个问题，我就问他们，第一次发现老公变心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做的？不言而喻，这些女人的答案几乎一致。老公第一次变心，求她，她就原谅了。
于是我告诉他们，你们犯了很严重的错误，导致男人反复变心。错在哪儿呢？破窗效应正在毁掉你的婚姻。什么是破窗效应？比如说你想把手里的垃圾丢掉，发现周围没有垃圾桶，这时候你看到有棵树下面有几个空瓶子，还有塑料袋，别的树下都干干净净的，你肯定会把手里的垃圾放在有空瓶子的那棵树下，对吧？这就是破窗效应。当不良现象或事件发生时，没有人去管理或维护的话，就会有更多人去模仿，去重复做这件事，从而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。我们对待感情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如果你一开始就发现老公不对劲，和异性闲聊，出去吃饭不带你，回家晚了，你心里不舒服，但你没有去管他，认为他都给我道歉了，他下次肯定不会再犯了，这就要出问题了。因为你们的窗户已经被你老公打破了，你没有第一时间要求他把你们的关系修补好，说白了，他没有吃到苦头，他就觉得没事儿，我给老婆认个错，他就原谅我了。接着他会更疯狂，继续往下发展不该有的联系。这就是男人反复变心的症结所在。所以夫妻关系里没有小事，只要有一丝被破坏的感觉，就要及时的去修补，不然破碎会越来越多，那你只能在这样的关系里一遍一遍的受到伤害，明白了吗？我是百成钢，关注我，做个幸福的人。嫁人就是女人的第二次生命，你嫁给什么样的男人，你就有什么样的命。如果你的男人脾气好，包容体贴你，宠你爱你，那你就是皇后命。嫁个脾气暴躁，还动不动指责贬低你的男人，你就是受气命。如果你嫁个好吃懒做、不干家务活、不顾家、不上进的男人，那你就是劳碌命。嫁给一个自私愚孝还总是自以为是的男人，你就是受苦命。嫁给花心吃里扒外的男人，你就是以泪洗面的命。我是百成钢，关注我，做个幸福的人。女人的第六感到底有多准呢？很多人都说，再聪明的男人都不要妄想骗过一个女人，因为女人的第六感要是运转起来，堪比福尔摩斯。如果女人向你提起那件怀疑的事，男人肯定会转移话题，避而不谈。如果他追问这件事的细节，男人肯定会变得不耐烦，甚至不想提这个。最后女人问你到底是不是在骗我啊？男人肯定会爆炸，然后反咬一口说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，不尊重我？这些话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吧。其实当女人问出这些话的时候，她心里就已经知道答案了。很多男人认为在一起之后自己就是女人的全部，开始不重视她，甚至编造一些理由来掩盖自己的错误。但女人的第六感就像雷达，你一点点的变化她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不拆穿是因为对你还抱有希望，不想让感情破裂。但你要知道忍耐是有限度的，等超出她的忍受范围后，她就会头也不回的离开你。这时候你再祈求都已经无济于事了。所以男人要明白，女人真的不傻，很多时候她不挑明是在给你机会。当失望攒够了，你就会彻底失去这个全心全意爱你的女人。我是百成钢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